嗨，我是君令。想要了解写字漂亮的技巧吗？想要知道硬笔书法的原则和架构是什么吗？这集影片就是要教你横画该怎么写，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横画会成为字的主笔。那我们就开始咯。好，现在我们就要来教大家怎么写出一个好看的横画。首先我们用画面上的这个横画来做一下说明。我们在横画起笔的时候，会先稍微的往右下方按一下，按下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进行一个手部手腕平拉的动作，往右上方走。走到了要结尾的时候，我们会再往右下方再按一下。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笔尖会往我们的左上方做一个回弹的动作哦。好，现在我就来按照我刚刚说明的做一次给大家看。首先往右下方按一下，按一下之后呢，起笔慢慢平拉，平拉，平拉，拉到快结尾的时候，往右下方顿一下之后，做一个回弹。OK。好，那我们就会形成一个还蛮漂亮的横画咯。好，接着我们就要开始进入讲解横画构成的字体有哪些。好，那我们先来讲1、2、3的3这个字。3这个字本身有3个笔画的横画构成的，那我们就要开始排列一下1、2、3的3这3个横画的长短，把它排列到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字形。好，那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会把最上面的横画写的是中间长度，中间的横画写的是最短。那我们会把最下面那个横画加到最长，让它变成3这个字这个字的主笔哦。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咯。首先我们会写第一笔的横画会往上扬，再回来。第二笔的横画，好，那现在我们要下第二笔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决定你这个3这个字大概要写的有多么的高。那这其中的第二横跟第3横中间的距离就要相等，也是之前影片提过的均间的概念。好，所以你在下笔时，你就要估好长度，好，横按下去之后回弹。好，接着呢，第3笔要下笔的时候要抓均间的距离，所以如果你落笔在这里，那可能就会太上面，落笔在这里可能就会太下面，你自己看好大概是在哪里哦，大概是这边，那我们就要抓好。等一下呢，我们笔画行进到这边的时候，它的这个空间感要是一致的。好，那我们一样，第3个长横顿下去之后往旁边拉，然后再往下顿之后回弹。好，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很漂亮的3字了。好，那刚刚我所说的均间的意思就是这里的空间跟这里的空间要相等。那详细空间怎么抓，刚刚也有跟大家说明，就是你在落笔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先想好自己要下笔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大概呢用这个眼睛视觉上面的效果，然后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达到均间的这个感觉咯。好，接着呢，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有这个字。有这个字呢，它有1笔、2笔、3笔、3笔的横画。那这2笔横画被包在乐部里，所以它一定不可能被拉长。所以我们会作为主笔的就是这笔的横画。那因为它是主笔，它就不能那么短。所以呢，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先加长这个有的横画。好。加长有的横画之后呢，我们要呢让这个竖撇呢再多一点点的弧度。好，接着呢，这个呢漏部要高挑一点，长一点。然后呢，再把它的空间平均分配好。诶，这样子有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咯。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好，第一个，我们会先把横画拉长。那就是把刚刚横画行进的这个原则都再做一次，然后呢，接着我们会写一个撇。好，接着就开始要计算一下我们的空间咯。如果当我在这里写一个竖画的时候，好，那我的横折钩要到什么位置转弯，会让这个笔画看起来是最协调的呢？好，所以
我大概在这个位置就转弯，然后再勾。好，勾有个秘诀，就是勾要尖小而美。我先用红笔圈一个空间给大家看。好，这里有个空间出来了，那下面的空间我们要尽量做的跟上面一样。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分配我的空间了。我用横画隔出第一个空间，看一下哦，差不多，好，很好。那我们就继续在下一个横画，下一个横画也要隔得差不多。哦，大概在这里。好，来，我们来观察一下。第一个空间、第二个空间、第三个空间，这三个空间都要一样大。这就是在硬笔书法中非常重要，也就是在书法里也很重要的一个均间的概念。其实均间它就是说要平均分配空间。那平均分配空间呢，其实就是把字体里面的这些留白的空间，把它平均分配，这样字才会好看哦。如果空间一会儿大一会儿小，那就会破坏了字的协调性跟美感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中间有一个安全的安，我们接下来要教大家写的字就是安全的安。好，这个安字呢，它是由一个棉部跟一个女部组成的哦。棉部也可以当作是横的方向的主笔，那女部本身的横画也可以。所以说呢，今天你也可以选择是加长棉部变成呢它的主笔。那我今天想要选择呢，拉长这个横画来当做安字的主笔。好，那我们既然选择了拉长横画做安字的主笔，那就要让其他的笔画相对的缩得比较短。好，那这样子棉部就不要写得太长哦。好，首先我们先写一个点，接下来呢，我们再写一个棉部。接着我们写一个女，然后竖撇，接着再写一个长横，回弹。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女部的部分。女部的部分呢，这中间的空间还是要保持均间哦，这样子才不会女部会变得有点歪斜。然后呢，长横拉长，棉部自然就不要太长。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刚刚这个点到底是怎么做的。刚刚的点我们会先轻放我们的笔碰到纸，然后再往下压，像这样放然后压，放然后压，就会形成点的形状咯。大家可以试试看。其实啊，有些内心话想说给大家听，原来拍摄影片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呢。光是构思内容就得思考很久，再加上拍摄当时又要反复的修正，可真是累人呐。如果你觉得这则影片对你有帮助，而影片的内容你也喜欢的话，请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那就是按个赞吧。同时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频道中有更多有关写字教学的影片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画面中的书。书这个字呢，到底该拿谁当主笔呢？这边有一笔横画，这里有一笔横画，看起来都可以当主笔。那在今天呢，我会选择上面这一笔横画当主笔。那既然呢，我选择这一笔横画当主笔，那要凸显它主笔的地位，所以下面的这个笔横画我就不要写的那么长咯。好，再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书，它在分配它的空间上非常的不均等，所以导致它的字越写越大，然后到最后面就是有一点快要碰到地雷区咯。好，地雷区大概8分满就好了，所以它就不要写那么大。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实际写写看，并且讲解一下到底要怎么样去平均分配哦。好，那我们就先写横画，折。好，来我们看一下，光是这样子一个横折就开始跟隔壁的字有很大不同，所以硬笔字的技巧，如果你能够使用上，马上你字体就会有很快速的改变，这是真的哦。好，接着我们要写第二笔的横画，第二笔的横画开始要来切割空间了。这时候呢，落笔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在脑袋里面计算
在脑袋里计算好到底要落在哪。如果落在这里，这样切过来的话，它可能就会显得上面大下面小，所以呢，我要选择中间的位置去切开它。好，再来呢，下面这一笔补上来，好，看一下，空间确实切割的很不错哦。那接下来呢，这是好的开始，所以接下来所有的横画切割，我们通通都要仔细的去切，切的跟这里一样大就对咯。好，所以第3笔落笔的位置要抓好，大概在这边。那第4笔呢，要先写树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写树，树要写到哪里呢？写到最后一个横画填起来要在哪里，你就到那边就停，不要再一直往下走。所以速度慢一点没关系，该停的时候要刹车。然后再来，我刚刚说过这笔横画就不要太长，如果你写这么长，你就抢了上笔横画的风采，搞不清楚谁是主笔咯。好，那我们呢稍微长一点点就好，切割下去。你看这几个空间都是均间，那表示切得很好哦，在均间的部分处理得不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写竖、横、折，然后这里的横画也要切一样，所以继续保持跟上面一样的大小，再继续切。好，那我们会发现这个书字就处理得不错，这里的每一个空间都是一样大的，包括这边。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横画效果就会很好咯。那我们书字就是这个样子。再来，我们来练习写一下这个居住的居。居住的居呢，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呢，我把这一笔的横画拉长，让它成为居这个字的主笔哦。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在写的时候，这里有几个空间，这几个空间我们都要尽量做到均间哦。好，所以写字的时候呢，就是呢笔画的架构的笔法之间的学问，这是很重要的哦。那首先我们先写一个湿部。要折的时候稍微顿一下往下压，就会有一个折的很漂亮的线条，然后再写横画。然后接着呢，我们要写竖撇，所以笔画一样哦，我们是先竖再撇，好，竖撇。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写一个横画。那你横画下笔就要留意咯，如果你下到这里的话，你明显感觉到我上面留白的这个空间跟你现在要创造的下一个空间就是不一样的大小，所以我们稍微再把我们的笔往回移一点。好，回移好了，眼睛看差不多了，我们再下笔，写慢一点没有关系。我们把笔画做好，然后回弹，然后呢这边呢再写一个撇。好，大概多长呢？这落笔的原则也是一样哦。你看这里的空间跟这里的空间跟接下来要创造的空间一样大，这就是你怎么去估计你笔画的长度哦。好，再来我们要写个口部咯，口部结构要上大下小。那口部到底要多高呢？那也是一样，你要去看你上面空间多大，你口部就大概写的跟它一样大。好 ，OK， 那我们居这个字就完成咯。好，那你看呢，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留白的空间大概就是相等的，所以这就有做到均间。做到了均间，又做到了主笔的延伸，每个笔画都仔细的处理，字就当然自然就美咯。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让你收获满满，为自己埋下一颗美字的种子吧。在我们的练习灌溉下，也许某一天它就会开始发芽，甚至茁壮开花结果，让你也能够写得一手好字哦。那今天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见。